走之自由的模型，听这个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型分享。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国产新厂大型模型翻模的 MG 龟爸。那么本款模型的定价是115元，万代的 MG 龟爸是2005年发售的，定价是4000日元，并且在今年是再版过一次的。不过现货价格也是后续有点起来了。对于这一款模型，老实说热度其实并不是那么高。作为龟爸，我们常说的也就是玩法好一些。作为一款老模的内购是比较优秀的，但是在这一款翻模的产品失去了地台、小人以及组合度带来的玩法卡顿等问题，属于是让本款模型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乐趣。因为是平台件，所以是没有包装盒，直接是板件状态发过来的。本款模型一共是18块板件，一个弹簧以及一个说明书。对比了一下万代的说明书，本款模型在零件排布上是进行了更改，可能也是为了后续换色方便做铺垫，并且本款模型的一部分零件也是改成了隐藏水口，大概也是一半一半。有想喷涂的朋友也是省了一些事儿。但是本款模型的隐藏水口非常恶心的一点就是它做的特别薄，水口钳是基本上没有办法伸进去的，需要用笔刀一点点消除。但是笔刀消除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别手，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。单看说明书是没有开头的板件对照，也没有各个部分的零件排布，这些部分是没有印出来的。原本万代说明书上的那一些机设插画也是没有的，说明书到最后的拼装完成就没了，后续的玩法介绍也是没有的。这一点对于第一次做龟爸的玩家还是需要看别的视频再参考一下。本款模型的白色透明件是比较通透的，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不错，不过也有一些小部分是有些瑕疵。另外特效件的部分也是有保留的，分别是鱼雷发射特效件和涡轮推进器特效件。本款模型的深棕色零件是非常的油，这种油的质感都有点像电镀的感觉了，尤其是这几个大块的零件，反光效果确实还不错，但是细看的话会出现类似于这种料子不太均匀的情况。我的这个中间也是有类似于圈圈一样的东西，脚部的零件就没有那么油了，但是零件表面会比较粗糙，同时零件边缘的飞边毛刺也会多一些。剩下的就是骨架部分的零件，整体的细节表现还算是比较清晰，这种翻模质量也算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状态，属于那种细节看着还好，还算比较清晰，但是细看的话就会比较肉了。至于缩胶、飞边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依旧是存在的，需要再好好处理一下。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龟爸主体一部分特效件，还有一些废件。另外在废件里面其实也不难看出来，这几个应该是雄霸的零件，估计日后也会出1:100比例的雄霸也说不定。另外先说一下，我手中的这个零件出现了2个中奖，手臂的这2个零件是直接熔胶了，一个还能用，另外一个是用不了了。目前来看的话是属于中奖，就是不知道大货这个中奖率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各位要注意一下。在身高方面，龟爸要比 MG 的元祖高上一点点，并且由于龟爸体型是比较粗壮的，这么一对比，元祖和细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首先我来看一下头部，龟爸这个大头，老实说看上去还是蛮可爱的，没有那种太凶狠的状态。顺带一提，本款模型也是缺少了眼睛部分的补色贴纸，所以这个地方还需要玩家自行补色。拆除零件是可以看出来，整个头部的骨架还是非常的完整，得益于透明件通透性是比较不错的，这个部分的效果会比较明显。龟爸的独眼部分想要调整是需要拆除头盖零件，然后手动调整，但是独眼部分安装是比较松的，这个部分需要蓝泥胶进行固定，不然摆动作就会比较麻烦。头盔内部也是有完整的内购零件，但是这个中间的缝隙就会比较明显。在头部活动的时候，脖子部分还有这种防穿帮的零件设计，这个部分的效果设计的是比较不错。整个头部的抬头活动幅度还是比较可以的，但是低头是几乎没有的。再来就是常规的360度旋转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龟爸的身体呈现这种流线型的造型，突然感觉这种反光的深棕色零件有种龟爸刚从水中出来的状态一样，观感上还是可以的。但是这个地方就让我想起了之前做过视频的大湾西亚大魔，也是一样的状态，也是这种零件发亮的表现。龟爸的胸部内构部分是相当的完整，拆除部分的零件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内构，各种细节包括这种框架零件的填充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但是背部看起来就会比较寒酸了，几乎没有细节刻画。另外就是本款模型是没有匹配驾驶员的，所以驾驶舱的内部也是空的。驾驶舱也有2种展开模式，一种是当前的全展开，另外一个是正面的小舱门是可以进行单独展开。在手臂和腿部连接的部分也是带有这个引出机构，这个部分的设计真的是非常舒服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个地方只有外拉这么一个角度的可动。另外裆部后方的盖板零件也是可以滑动展开，露出内部的支架连接凹槽，这个部分操作起来是非常的紧，所以建议拆除外甲零件再进行活动，反过来也是需要这么操作，主要是这个盖板会卡在这里。本款模型提供了支架连接件，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，但是支架就得玩家自行处理。
并且如果没有原装支架，也没有万代这个模拟龟爸在水中前行，旁边跟一个潜水员的场景，这个很有意思的玩法就直接被阉割了。而且本款模型提供的支架连接件插上去是很难拆除下来的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紧了。再来就是我尝试了几个支架，本款模型支架连接件的卡榫是比较粗的，所以能够适配的支架会比较少。手臂的根部是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这个部分也有遮挡零件，整体的活动性还是比较优秀的。手臂在不进行拉伸的状态下，只有不到90度的可动，虽然是3段式结构，不过外角的干涉会比较大。龟爸在这个部分有一个外拉展开，得益于手臂熔胶，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展开滑动的部分。但是下方这个滑槽是必须进行打磨处理，不然是非常紧的。这个后续的修改建议里详谈。全部拉出来以后，整体的可动提升就会比较大。手臂另外的玩法，首先就是这个鱼雷发射器，内部也是有完整的导弹配置，同时外部的导弹也可以拆除下来，替换成这个带有发射特效件的零件，呈现出鱼雷发射样式。另外一个手臂是设计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玩法，通过按动中间的零件实现爪子的弹出效果，但是本款模型的精度误差会比较大，这个玩法是无法实现的。我研究了很长时间，实在是不知道到底哪里卡住了，中间这个零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，就导致这个爪子部分只能手动展开，比较可惜。龟爸的腿部整体是比较短的，内部的骨架细节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惊艳，整个腿部的关节总感觉是有一些别着劲儿，在摆动作的时候，这个腿部得调整一下。而且由于关节限制，本款模型的接地性是非常差的。腿部可动设计和手臂是一样的，这个部分的可动也是比较的顺畅，活动角度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大腿和胯部连接会比较松，在后续摆动作是很容易倾倒。大腿部分有一个拉伸结构非常紧，不进行打磨处理是不行的。有了这个关节也能做出龟爸的自闭动作，但是腿部的引出关节实在是太紧了，这个地方拉不出来，我只能做到当前的状态。脚部的细节主要都是在脚底板的部分，中间的涡轮叶片也是可以单独活动，也可以安插本款模型附带的涡轮推进器跳件，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。那么到此为止，本款模型所有的东西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。在之前的动态里已经表明我对本款模型的态度，这里我再稍微的委婉说一下：组合度不好可以修件，翻模里边组合度不好的多了去了，也见怪不怪。但是手臂那里就得再好好处理处理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阉割，没有地台，没有小人。的确，看上去阉割的东西不多，但是恰恰没有这些东西，就导致龟爸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玩法。老实说，国产的这些厂子真的是很少有这种翻模还阉割、定价还比较高的状态。做了这么多年模型，国内的翻模厂子里边，大多数都是那一种恨不得多整点配件，然后再卖高一点的这个状态，没有说阉割了原本就有的配件，然后还卖得高的。以上就是我个人的评价，核心观点就是不买。或者说你要真的实在想买，我也不拦着，最终市场会给出答案，我们静观其变就好。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是不是评测件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作为评测 UP， 我要对各位负责任。所以因为我拿了评测件而不去说好话，反而攻击我的话，各位不妨再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吧。如果我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